今天我们来讲大手指。你初次遇见的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手上的暗示，能够让你知道你所接触的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喜欢的心仪的对象。这个时候你跟他刚刚认识，还算是陌生的人，不能看他的手掌，但是你可以看清楚他的手指头和手背。你看不到他的手心，你要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而且不动声色，找机会和等你的机会。见面握握手，感觉一下对方的手是软的，那就表示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喜欢静不喜欢动。宅在家里面看电视打电脑，适不适合你的口味？硬的手掌，对方比较现实，注重是眼前的生活，是工作和如何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少了一些梦想和不切实际的东西，多了一些生活的辛苦和危机感。如果握住的手掌给人的感觉是不硬也不软，坚定适中，那么这个人就是有自信，对生活对现实有自己的目的和有信心达到目标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的手心全是汗，那就他是很是紧张，没有自信心。他是一直是汗手呢，还是只是在跟你一起的时候手心有汗？你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这个人有没有自信来直视你的目光？接下来就是创造机会的时候啦。第一杯水，传送一下东西，这些两个人面对面交流的需要用手的动作，如果你留意，再加上一些基本的手的知识，你就能够在这样的机会中，只是瞟一眼，你就能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生活中的你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呢，还是一个拿不定主意、随时改变的人？你喜欢的那个他，你是要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那就去注意大拇指，那是你找到一个好朋友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假设我们现在是只能看见他的手背和大拇指，大拇指分为3段，下面肉肉的手掌部分叫做 Mount of Venus， 手掌上和家庭联系在一起，精神上代表的是爱，肉体上代表是身体的欲望，身体内脏是否健康。外说一句，红润正常是最好的。如果这上面看见有青色的，就像图中一样，青色的动脉，那就是肠道蠕动缓慢。改变的办法就是每天要吃2块红薯和1碗绿叶蔬菜，或者水煮青菜。大拇哥中间这一段表示逻辑性，手指头上段表示意志、思维能力。人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大拇指和手掌上的任何一个指头配合，使得我们拥有了优越于所有动物的大脑和智力。手相中对大拇指推崇备至，直接说大拇指是和大脑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说在大脑中每个部位的病变都会反映在大拇指上。大拇指也可以完全的看出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就让我想起了我无意中看见的唐氏综合症的患者，他们的手指甲和手指头的确和他们的脸不一样，都有那样的特征。再回到我们的大拇指头，小李子哪怕没有他那张脸，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角色，因为他的大拇指又翘又长了一大段。大拇指头部如果像一个棒槌头，这个人不管是男是女，触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他都直接上头，暴躁得不得了。这种人往往都会怒火攻心中做下自己控制不住的后悔的事情，而事情完全不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哪怕他们平时看起来是一个平平和和的人，看见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绝对要离他远远的。大指头如果是直上直下，一点不往后弯，甚至还往里内倾，他对事物的理解慢一点，但是他一旦理解好了，就会抓得紧紧的，不会放。这种人一旦下定决心，而且有又长又深的智力线，他就会相当的成功。如果大指头、大拇指是直上直下的，表示这个人固执，争执起来会据理力争，说话也直来直去，很多时候比较出言伤人。如果我有这种大拇指，就要特别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他的大拇指头中段有一点腰身，
就表示这个人他懂得利用手段和外交方式去为他的论点目标做争取。他讲话比较委婉迂回，容易用语言去打动对方。如果大拇指向外弯曲往外翘，那就把他的大方都显露出来了。这种人他比较有同情心，也喜欢帮助别人，常常做很多善良的事情，心肠也很软。可是他不会让人握住他的善良的短处而占他的便宜。大指头如果翘得不得了，可以弯过来，这种人啊，他就特别灵活，常常随意而弯，容易改变他的目标。心思跳来跳去的，现实中太多的机会会骚扰这种特弯拇指的人，容易导致他们答应好的事情回头就变了。做事情呢，他喜欢留到最后1分钟，而且比较害羞，做了好事不愿意告诉人。所以结论就是，看到大拇指头，我们就得到很多的信息。恋爱中的你，或者准备恋爱的你，多一点这种知识好不好？找工作的你，或者在招聘的老板，多一点这种知识，了解你的招聘对象好不好？欢迎下方留言。